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徐凱為戲剃光頭震驚圈內，譚松韻落淚直呼受不了。娛樂圈從不缺少話題，但真正能讓情緒與輿論同時失控的事件卻並不多見。而最近，圍繞着譚松韻與徐凱的一場風波，卻意外地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情緒浪潮。一邊是徐凱為電影角色毅然剃光頭，徹底告別顏值標籤的極端轉變；另一邊卻是譚松韻在看到照片後情緒崩潰，落淚失控，甚至被曝拒絕與其見面。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造型衝擊，卻迅速演變成一場關於情感、職業、邊界感與公眾想象的集體討論。在這次爭議中，徐凱無疑站在輿論風口的正中央。據多方消息透露，這次剃光頭並非噱頭，而是為了新電影中一位遁入空門、斬斷凡塵的僧人角色。為了貼近人物狀態，他選擇了完全剃光頭，沒有假髮，沒有修飾，也沒有退路。在以外形為重要競爭力的內娛，這幾乎是一種近乎冒險的決定。不少業內人士評價，這是徐凱近年來最不討巧，卻最像演員的選擇。雙引號，導演團隊公開稱讚他的敬業與決心，認為這是一種為角色犧牲個人標籤的勇氣。但也正是這一刻，一切開始偏離原本的軌道。真正讓事件失控的，不是剃頭本身，而是譚松韻的反應。據爆料，他是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，私下看到徐凱剃光頭後的照片。那一瞬間，他情緒徹底失控，當場落淚，甚至需要身邊工作人員安撫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隨後他被曝主動聯繫共同好友，表示暫時不想見到徐凱，並拒絕出席任何可能碰面的活動。要知道，譚松韻在業內一向以情緒穩定、職業素養高、性格溫和著稱，這樣的反應被形容為完全反常。這不是簡單的驚訝，而更像是一種被擊中的情緒崩塌。爭議的關鍵點很快集中在一個問題上：為什麼徐凱沒有提前告訴譚松韻？兩人曾合作多部作品，關係親近，私下互動頻繁，被外界視為圈內關係很好的朋友。正因如此，許多網友認為，剃光頭這樣重大的決定，如果連他都不知情，難免會讓人感到被忽視、被排除在外。有爆料稱，譚松韻曾向好友表達過被蒙在鼓裡的失落，甚至用到了受傷、失望這樣的詞。這並非指責徐凱的選擇本身，而是對情感邊界與信任感的落差反應。事件曝光後，網絡輿論迅速分裂。支持徐凱派認為，演員為角色付出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沒人有資格要求他提前報備人生選擇。雙引號，共情譚松韻派則表示，問題不在剃頭，而在於他在他心裡的位置，連知情權都沒有。雙引號。而更熱鬧的是 CP 粉陣營，他們翻出過往互動、花絮、採訪片段，試圖證明譚松韻的眼淚並非出於朋友關心，而是情感投射的失控。如果只是普通朋友，會哭成這樣嗎？避而不見本身就說明問題。雙引號。當然，也有理智聲音提醒，公眾往往習慣把演員的私人情緒強行套進自己想象的愛情劇本。部分媒體甚至採訪了娛樂心理學相關人士。一種觀點認為，譚松韻的反應可能源於對熟悉形象突然消失的情緒衝擊，這在高強度合作關係中並不少見。另一種更現實的解讀則指出，他可能擔憂這次極端轉型會影響兩人未來的合作可能性，甚至改變市場對 CP 感的判斷。也有人提出，長期被粉絲、市場綁定的合作關係
本身就容易形成微妙的情緒依賴，而當其中一方突然脫軌，另一方自然會失衡。從職業角度看，這次剃光頭確實讓徐凱站在了分水嶺上。支持者認為，這是他從流量偶像邁向嚴肅演員的關鍵一步。反對者則擔心，在審美至上的內娛市場，這樣的選擇可能會讓他失去部分核心粉絲。而譚松韻的態度，無疑又給這次轉型增添了一層情緒陰影。當職業選擇與私人情緒發生碰撞，任何一方都難以全身而退。在這場風波中，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，譚松韻的眼淚已經不再只屬於她自己。當她的情緒被曝光、被解讀、被無限放大，她的失控就自動被推上了輿論審判台。有人替她心疼，她只是太在意、太突然了；也有人冷靜質疑，作為公眾人物，情緒管理難道不也是職業的一部分嗎？雙引號，在娛樂圈，情緒從來不是私事，尤其是當你與另一個頂流名字並列時，你的任何反應都會被解構為態度、立場，甚至是暗示。這正是譚松韻最為被動的地方。事件發酵後，評論區逐漸形成了3種典型聲音。第一種，極度共情派，他們認為譚松韻的反應真實、脆弱，毫不做作。如果不在乎，根本不會哭。真正的朋友才會被突然改變擊中。他只是情緒太純粹，不適合這個冷漠的圈子。雙引號，這一派網友往往將譚松韻視為情感受害者，認為他被動承受了徐凱的突然轉向。第二種，理性邊界派，這部分人則明顯更冷靜。剃頭是徐凱的職業選擇，沒義務向任何人報備。朋友不是情緒容器，過度反應本身就說明關係不對等。雙引號，他們強調，任何情感一旦超出合理邊界，就會變成負擔。第三種，高度警惕派，這一派最為尖銳，也最具爭議。會不會是被營銷放大的情緒？是不是無意中被推成話題工具？越像愛情，越值得警惕。雙引號，他們並非否定情緒，而是懷疑，在這個以流量為王的環境中，情緒本身是否也被利用了？不可否認，譚松韻與徐凱的合作曾是無數觀眾心中的意難平。正因如此，當現實中的情緒與角色濾鏡重疊，CP 文化便迅速接管了敘事權。但問題在於，觀眾愛的是想象中的關係，而不是現實中的人。當徐凱選擇徹底剃光頭，走向去偶像化的路線時，某種意義上也是在主動切斷既有的想象投射。而譚松韻的反應卻恰恰暴露了這種投射的餘溫。這不是誰的錯，而是 CP 文化天然存在的代價。一個始終懸而未決的問題是，如果這不是愛情，那到底是什麼？也許是多年並肩作戰形成的情感依賴，也許是對熟悉搭檔驟然變化的心理失衡，也許只是一個情緒穩定的人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擊中了柔軟之處。情感不一定非要有名字，有些情緒本就介於友情與愛情之間，而娛樂圈偏偏最不允許這種模糊地帶的存在。截至目前，徐凱與譚松韻都保持了沉默，沒有澄清，沒有解釋，也沒有任何公開表態。這份沉默被不同的人解讀出不同含義。有人說這是對彼此的保護，有人說這是默認讓輿論自行消耗，也有人認為這是最成熟的處理方式，不讓私人情緒繼續被公眾消費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沉默並不等於沒有發生。這是粉絲最關心，也是最殘酷的問題。從現實角度看，短期內再次合作的可能性並不高。情緒尚未消化，輿論仍在發酵，
任何銅礦都會被過度解讀。但娛樂圈的關係從來不是非黑即白，時間也許會讓一切回歸職業層面，也可能讓某些裂痕永遠留在過去。結語：有些眼淚不是給別人看的。回頭看這場風波，其實沒有真正的對錯。徐凱選擇了極端的職業進階，譚松韻承受了一次猝不及防的情緒衝擊。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剃頭本身，而在於當一個人決定向前走得更遠時，是否還能顧及身邊人的感受。而譚松韻的眼淚或許只是一個瞬間的真實，它不一定指向愛情，也未必意味着怨恨，只是提醒所有人，在光鮮亮麗的娛樂工業背後，人終究還是會受傷的。